你知道吗？世界上收入前10的女运动员里有9个是打网球的。1, 2, 3, 4。场上网球运动员全身上下都是广告，场边呢赞助商都是什么劳力士、奔驰、JP Morgan， 没有一个便宜牌子。场下呢全是名流，什么女王、富豪、政要。你乍一看呢以为是时装周，再一看呢以为是 G20， 结果仔细一看呢发现是网球场。那我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网球老是给人一种很高端的印象？好问题，这个我们等会儿说。今天我们就是要从历史还有商业的角度来看一看网球它凭什么这么贵，凭什么这么火。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网球一开始啊特别的接地气，它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就是被农民在田间地头发明的啊。中世纪的时候，那会儿欧洲的农民没有什么活干的时候，你就找点乐子打发时间。有人就发明了一个小游戏，叫做对着墙打球玩。这有啥好玩？不要小看这个小游戏，今天还有人这么玩。在英国那些贵族学校里面，什么伊顿公学啊、哈罗公学啊，成天就爱玩这个。关于公学的故事，大家有空可以看我哈利波特那一期。说回中世纪，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这个教会还有一堆禁欲的规矩，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你有东西玩就不错了。也是，这个对着墙打球玩的这个游戏，也就网球的原型，很快就在民间传开了。不过你说这跟贵还扯不上关系，对吧？对啊。但是很快就有一群很特殊的人，好，没关系，很快就有一群特殊的人也发现这个游戏很好玩，也要入局，结果这个游戏就身价暴涨。这些人都什么人啊？这人就是和尚。和尚？哎，就是修道院里面的那些僧侣。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教会的权力特别的高，比什么世俗的权力、王权啊，那都要厉害多了。所以呢，这个网球很快就强球啊，强球，对，剧透了啊，那个时候还不叫网球，就是这个对墙打球、强球这个游戏就被这些修道院里的人看中了。首先，他们改进了这个游戏，给这个游戏增加了一些规则还有装备。比如呢？比如他们发明了网球拍，你用手打多疼啊，还不优雅，对吧？你要善用工具。接着呢，他们就改了，不对墙打了，改对人打了。与人斗其乐无穷。对，但是你有了人参与进来，就多了很多变数。所以呢，他们要立规矩，你不能乱打，你打着打着球拍一扔开始打架呢，多不好，是吧？那他们立了什么规矩呢？比如呢，他们拉了一条绳子，就说你要隔着这个绳子对打，你要打到对方的那个半场里面去，你还不能随便跑去干扰别人，是吧？你这个球呢只能弹地一次，你还要过网，你不能对过绳，就是对，那个时候还不是网球，没有网，只有一根绳子叫绳球。不仅是网球，像啤酒、香槟这些好物，也都是修道院里的人琢磨出来的。怀石料理不也是日本的和尚发明的？对呀，而且不光是吃喝，他们还搞美容。有的大牌还推出那种修女面霜，就是说啊，是当时这个修道院里面古法做出来的面霜，一瓶好几千块。这么贵啊？你用过吗？我没用过呀。我当时没用过。评论区里有用过的朋友，请跟我们讲一下体验怎么样？对，所以你看这些修道院里的人，你别看他成天吃斋念佛，好像修行啊很清规戒律似的，他们也蛮会享受生活的。总之呢，那时候和尚们玩什么，那就是最时髦的。不过和尚有和尚的局限性，你毕竟是出家人嘛，你玩个游戏吧，你也不好搞太奢华，对吧？你又不是什么修教堂，师出无名的。所以那时候的网球还不够贵咯。没错，那个时候还不够贵，但是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的到来让网球、让绳球直接就变成了贵族运动。这个人就是法国国王。法国国王有一回路过修道院，就看见和尚们在那打这个球，觉得蛮好玩的，蛮带感，很适合他这种风骚的人。种草玩，想玩。法国国王那是什么地位？他是欧洲贵族圈最大的网红。这个法国法兰西一直是欧洲大陆军权最高的一个国家，所有的国家的王公贵族呢都以说法语为荣，一直到20世纪，俄国沙皇在家里都还说法语的。所以你想，当时你看法王就在玩这个球，那你不赶紧跟着去玩？这下可好，这帮人就开始大兴土木建网球馆。馆？对，是馆，不是场。因为那个时候的网球馆它是室内的，不是像我们今天看到室外的那种大场地。这个网球馆特别讲究，它叫做宫廷网球馆，装修很豪华，木地板还要抛光打蜡的。我们在网上找了一段这个宫廷网球的视频，给大家一起看一下。今天还有人在玩。
请问看完有什么感想？看半天看不出那球在哪。对啊，说明可能我们跟这个宫廷网球就无缘了，没有这个天赋啊，看都看不明白。不配，俺也一样。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宫廷网球看着这么厉害，它为什么就没传下来？哎，我跟你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法国出事了，法王凉了，是那个事儿啊，就那个，就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法国大革命跟网球有啥关系？这个关系特别的大。你知道在大革命中，革命军第一个冲进去的地方是哪里吗？网球场。厅，网球厅。刚才说的网球厅，那个时候没网球场。厅。革命军冲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凡尔赛宫的网球厅，他们在这个象征贵族特权的地方发表了那个著名的网球厅宣言。你看啊，现在这个厅它长这个样子，对吧？看着挺滑的，很滑，这个地板我都不敢走。现在呢，里面是摆满了各种法国一些先贤的雕像，主要是一些思想家，就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了。所以你看，就是在大革命之后，网球啊一下子就从贵族的标配变成了这种前朝旧物。这下子网球不就凉了吗？凉，确实也是凉了，但是宫廷网球凉了。85年之后啊，这个网球它又复活了。怎么复活？它在英国复活了。这个时候，英国已经在工业革命里富起来了，各种搞新消费。那个时候，英国的上流社会流行什么呢？流行搞草坪派对，你就挎个篮子，穿个什么小裙子，戴个小帽子，你就铺块布在那搞野餐。这个 fancy 啊！哎，讲究。你光是喝茶呢，吃点心是不是还有点单调？你要是能够在旁边搞点什么轻松的户外活动，是不是很好？所以你要是能够满足这个需求，你就能够赚大钱。对呀。这个时候，英国人就想了一招，有一个叫温菲尔德的少校，他这个人呢很有生意头脑啊，见多识广，人精。他就搞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就说，哎，我能不能把那个已经凉掉的宫廷网球给搬到草坪上来，给这些有钱人玩？于是呢，草地网球就诞生了。这个草地网球跟现在的网球基本上就相似度99%了。你看到今天，这个草场依旧是最稀缺的一个赛事场地，每年的温网就是在草地上打的。刚才不是说这哥们儿赚了钱吗？那他是怎么靠这个草地网球赚钱的？哎，这个就很妙了。你知道他怎么赚钱的吗？他说，你这个游戏无所谓，我免费让你打，但是你装备要从我这里买。他还去申请了专利，他发明了一个叫网球大礼包。其实也不是发明，顶多就是设计吧。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就是有4个拍、1个网、2个球。最厉害的是什么？是它的价格。他把价格定位在一个工人1个星期的工资。这个价格有点意思啊，对吧？你细细品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上流社会、贵族、有钱人，他不会觉得这个价格很贵。他随便一买就是买一堆送人啊什么的，消费力很强。那普通人的中产阶级或者工薪阶层呢，他咬咬牙，他也能买得起。这就恰好营造出一种恰到好处的那种高级感、氛围感，但是又不至于让人无法触及。这个价格就定得非常妙。草地网球在英国很快就火起来了，那些刚富起来的老板们几乎人手1套拍，可能不止1套拍，可能好多套拍，还送了很多套拍。到了1877年的时候，温布尔顿就举办了第一个网球界的锦标赛，也就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那个温网。温网这个比赛非常重要，因为它相当于是给网球确立了标准规则，定了个规矩。但是他们当时定的那个规矩呢，非常的奇葩，叫做业余制度。什么东西这么抽象？很抽象，确实蛮抽象。我跟你说，你放在今天，你想都不敢想。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不能靠打网球赚钱，你要是通过它赚钱了，那对不起，你要被禁赛。他们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你如果拿钱，就等于你不纯粹，你没有体育精神，以后你就不能参加什么4大满贯了。这不有病吗？对啊，你看这些定规则的这帮网球协会的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有点不知人间疾苦，他们是属于那种上流社会，什么贵族富商啊这些人，他们说实话也比较作，也比较端。他们就说你这个人打网球，你要有贵族气质，你要有松弛感，你不能靠它赚钱，赚钱你就俗了。你说这能忍吗？那肯定忍不了。绝对不可能。
对啊，运动员你要养家糊口啊，你不能说让人家赚不了钱，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他就没办法，他只能出去接私活。比如说，你不能通过打比赛赚钱，那他只能出去偷偷给人当教练，还得偷偷的，你还不好让别人发现啊，就非常难。也不像今天啊，你说你大明星，对吧？你赢了什么大满贯，你世界排名第一，你就能够接广告，大家都认识你，有媒体，还有社交媒体，你曝光度非常高。但是那个时候是不存在这样的变现方式的。这种非常尴尬的局面啊，一直持续到了1968年，这不就我们爸妈出生那年代吗？对，所以离今天的这个世界已经很近了。那个时候，网协终于开始放下了身段，说不装了，我们要下海赚钱。怎么突然又不装了呢？主要还是那个时候世界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电视开始普及了，你可以卖比赛转播赚钱，这是一笔巨款。网协一看不行啊，完了，这个装不下去了。再这样下去，那钱都给别人赚走了。被谁赚走了？有 NBA 呀。于是呢，就有了公开赛年代，也叫开放年代。大家以后看网球比赛，可能经常听到解说员会说这个词，其实也没有什么多高深的，就是指68年以后开放了，大家可以打球赚钱了。于是呢，这一能赚钱那不得了，就起飞了。安排。首先就是奖金暴涨。光是今天的这个4大满贯的奖金池子，每年都有6、7千万美金，这么多，差不多。你看每个就是5亿人民币，一年有4个，加一起就是20亿。你还不算什么年终总决赛这种奖金可能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各个大小级别的比赛，简直就是数不过来。就单拿美网这一家来说，你冠军是360万美元，亚军是180万美元。其他的呢，你往后面啊，你名次越差，你就依次递减，依次砍半。你第一轮只要来了，你输了，你被淘汰了，你有10万块美元，这么多，很多。而且呢，根据你的咖位不同，你还会收到一个红包，还有出场费，出场费。但具体的这个数字吧，每个人是秘密。但是这还只是奖金而已，真正的大头在于商业代言还有赞助。各个大的厂商就是真的是排着队要给你送钱，而且往往都是那些非常有钱有实力的大品牌，比如说什么劳力士啊、奔驰啊、保时捷啊，这些都是常客。顶级运动员光是在你衣服上贴个小标，你就可以赚好几百万。这么离谱的吗？现在钱那么好赚啊？当然也不好赚。你想，网球这个钱越来越多，那你想来打球赚钱的人越来越多吗？那这个运动也就越来越卷了嘛，对吧？很合理。当然呢，这个比赛也越来越好看了。你说现在他卷到什么程度？这个排名靠前的职业网球运动员身边基本上都要有一个完整的团队，比如说你有主教练，可能还有副教练，还有陪练、体能师、康复师、营养师，这些都是基本的标配。关键是还要有一个人，什么人？经纪人。这些经纪人帮运动员谈赞助、接广告、管理社交媒体，你发个帖子呀，都给他们审核。因为现在的那些赞助商啊，那些厂商他也很精明，他不光是看你成绩的，他看的是你这个人的作为一个整体，你的商业价值如何。我们再想想，为什么网球比赛特别喜欢给场边的那些什么王室成员、富豪、明星给特写镜头？对呀，为啥呢？因为他就是想让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网球是成功人士的标配。还有一个隐藏的变现路子，就跟你的专业有关了。我知道是啥？你知道是啥了？卖数据啊。对，就是网球场上有很多传感器去收集数据，比如说运动员的这个发球速度、击球角度、跑动距离、一发成功率、2发成功率，各种各样的东西。那这些数据呢，主要有2个买家。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卖给电视台，对吧？你可以去做转播啊，做可视化，对，把这个东西写得很有含金量，显得很有科技感。然后你这个比赛不就卖更多钱吗？你转播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卖给运动员啊，做数据分析。对，运动员自己也想知道自己在场上是个什么情况，而且你这个跟你场下训练记录的那个数据还不一样，你场上的那个实时的那个竞技状态啊，那是非常宝贵的这些数据。还有一个你肯定想不到，有可能想不到，你说是谁吧？卖给赌场。因为你这个还是你们还是蛮懂的啊。哎呀，数据变现不就那些套路吗？啊，对，你可以卖给博彩公司，而且好像你不光可以卖给大博彩公司，你还可以卖给一些散户、庄家、小庄家、大庄家这些的。那具体的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大家就知道一下就行。
说到这里，有没有发现网球其实有点互联网思维了？它有点像网飞，所以你有内容，对吧？你有比赛，然后呢，你有平台，你有那些电视转播，然后你还有数据，你还有数据驱动下的变现的各种渠道，你可以卖广告，你还可以卖数据，你还可以根据数据来调整，比如说，哪个球员最近更火呀，各种的。你这个总结很懂吗你？我跟你说，这还不够懂，我给你来个更懂的。最后给大家技术总结一下网球的几次转型：从农家到修道院是教会的胜利，从教会到宫廷是王权的胜利，从宫廷到草地，从法国到英国是工业革命还有新贵们的胜利。那今天呢，就是商业还有科技的胜利。满分作文。满分作文啊！我还要加一句，就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所以。太强了。膜拜。好了，不，就不搞这么多虚的了，就是不吹了啊。好啦，关于网球的内容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这一期啊，可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给大家准备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啊，关注我们一下。点赞、订阅、评论、收藏、分享，一键5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了，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下一周我们再聊别的，拜拜。2、1，开始。你开机了吗？开了。这罐头，给大家开一罐网球，庆祝一下我们把网球这一期录完。真是不容易，挺不容易的。不过其实关于网球，我们还有很多想说的，就是大家不要看我们这一期录的特别乐呵，很开心，然后说网球多光鲜多有钱，但实际上网球运动员是商业比赛的这些运动员里面最穷的一个群体，他的不管是收入的中位数还是平均数都是最低的，垫底，而且远低于什么篮球、足球啊、橄榄球这些。前阵子我们不是找教练吗？在我们附近有一个世界排名300的一哥们儿，他已经退役了。现在他的收费就是100块钱一个人，而且他退役没多久，感觉还挺年轻的就比上海的一个普通教练还便宜。对，但这就是他们的生存现状。以后呢，有空我们单独开一期，再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网球运动员绝大部分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那些最顶级的那些而已。对，顺便可以聊一下这个整个的体育产业，整个的商业运作是怎么做的。那这个就太庞大了，我们今天说不完，下一期再说。拜拜。可以。